全球科技圈的目光如今正死死盯着算力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各大科技巨头就会因为抢购英伟达的最强 GPU 而登上新闻头条。从硅谷到亚太，所有人都在为芯片产能而焦虑。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， AI 真正快要堵车的地方，早就不单纯是 GPU 的计算速度本身，而是 GPU 与 GPU 之间那条狭窄的数据通道。试想一下，当几万甚至几十万块 GPU 被连接在一起，训练一个超大规模的 AI 模型时，真正限制整体算力发挥的，已经不再是单颗芯片算得有多快，而是数据在这些芯片之间传输的速度。传统用来连接芯片的铜线，正因为物理极限而越来越接近带宽、功耗和散热的天花板。在这条赛道上，铜线正在被逼入绝境。于是，整个 AI 算力基础设施产业开始迎来一个历史性的变革节点——铜退光镜。就在大家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2纳米、3纳米等先进制程的物理极限突破时，一场围绕光芯片的全新地缘与技术竞争已经在无声无息中打响了。最近，一条来自新加坡的消息引起全球半导体产业震动。联电宣布，位于新加坡 Fab 12i 工厂正式完成首批12英寸硅光子晶圆量产交付，从研发到量产仅用了18个月。这个速度，在动辄以数年为研发周期的半导体行业，堪称光速。这不禁让人产生巨大的好奇，为什么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，偏偏发生在新加坡？新加坡要在这场光芯片的世纪大战中，抢走台积电的饭碗吗？今天，我们就来深度聊聊 AI 时代下，这场真正决定未来的新战场。在弄清楚新加坡的优势之前，我们先不聊复杂的硅光子技术，我们先来看看 AI 基础设施目前面临的燃眉之急。过去20年，服务器之间主要靠铜线连接，便宜、成熟、稳定。但 AI 出现后，规则变了。一个 AI 集群动辄数万块 GPU， 未来可能破100万。GPU 越来越快，铜线开始撑不住，距离一长信号衰减，速度一快功耗飙升，电流一大散热爆炸。很多业内人士说，未来 AI 数据中心最大的挑战不是 GPU 不够，而是 GPU 之间的数据搬运。于是行业转向光信号的优势压倒性、高速、长距、低耗，这就是硅光子技术，在硅片上集成光路，用光传数据。它还能复用现有硅基产线，比磷化镉等化合物光芯片更具规模化降本潜力。硅光子不是未来技术，而是 AI 数据中心正在发生的现实。既然硅光子技术这么好，为什么以前没有大面积普及呢？因为硅光子技术的真正痛点，从来不是设计，而是量产。过去多在8英寸产线小批量试产，成本高，产能有限。这次联电直接跨到12英寸平台。12英寸意味着单片晶圆切出更多芯片，单位成本大幅下降，产能大幅提升，真正进入产业化。更震撼的是速度，从项目启动到量产就绪，只用了18个月。而且这不是半成品，联电和新加坡企业 Silis 宣布，平台已通过量产良率和可靠性验证，并拿到全球头部云基础设施客户认证，不是实验室成果，而是可以大规模商用的产品。目前双方正推进下一代单通道400吉比特每秒硅光子平台开发，采用马赫、曾德尔调制器架构，兼顾 CMOS 兼容性和成本优势。联电还计划2027年推出自有12英寸硅光子开放代工平台，服务更多设计企业，同时联合生态伙伴布局泥酸锂薄膜光互联技术，丰富高速光芯片工艺矩阵。联电不是在做一个客户、一个产品，而是在搭建一整套硅光子制造基础设施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想问，联电要挑战台积电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双方竞争的已经不是同一条赛道。台积电最强的是先进逻辑制程，2纳米、3纳米，负责制造 AI 的大脑。而联电布局的是另一块越来越重要的拼图，高速光互联。未来 AI 竞争不仅要看 GPU 算得多快，
还要看 GPU 之间连得多快。AI 产业像一座超级城市， GPU 是高楼，光互联是高速公路，道路堵住再多高楼也没用。所以 AI 竞争已从单颗芯片竞争进入整个系统竞争，而新加坡正好选了这条新赛道，不是挑战最先进制程，而是在 AI 基础设施里找越来越重要、越来越难替代的战略位置，这才是新闻真正的信号。那为什么偏偏是新加坡？很多人不知道新加坡在全球半导体版图上远比想象的重要，全球每10颗芯片里约1颗产自新加坡，半导体贡献约 6% 的 GDP， 支撑超 3.5 万个就业岗位。新加坡做对了4件事。第一，成熟制造基础，联电、革新、美光等都在新加坡设大型生产基地。联电 Fab 12i 新厂扩建后，年产能将超100万片12英寸晶圆，产业链生态完整。第二，设计企业就在本地，合作方 Silis 本身就是新加坡公司，成立于2021年，在高速光通信领域 100G 和 200G 产品累计出货超800万颗，设计、制造、验证快速协同，这是18个月量产的关键原因之一。第三，强大科研能力，新加坡国立大学、南洋理工大学、A 城 Star 长期布局光电子、硅光子、先进封装，政府推出 RIE 2030半导体旗舰计划，投入8亿新元推动创新合作，科研成果能快速进入产业。第四，全球客户最看重的稳定，知识产权保护、法治环境、国际供应链可信度，对云计算巨头来说比低成本重要得多。于是研发、设计、制造、客户认证、商业量产在新加坡形成完整闭环，这正是新加坡不断吸引全球半导体巨头加码的真正原因。再回到核心问题，联电真的抢走台积电饭碗了吗？并没有，未来台积电依然是先进计算芯片最重要的制造者，但变化在于AI 产业竞争方式正被重新定义。过去谁有最先进晶体管，谁占优，未来谁能把几十万块 GPU 高效连接起来，谁同样掌握主动权。这次联电与 Silis 在新加坡完成12英寸硅光子量产，释放的信号不是谁取代谁，而是 AI 产业链进入更细致的专业分工时代。有人造最强计算芯片，有人做先进封装，有人做高速光互联，而新加坡正试图在后者建立全球竞争优势。过去10年，新加坡不断吸引先进制造、半导体、AI 研发和国际科技企业，不是为了每条赛道都当第一，而是想在供应链中占据几个别人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。硅光子只是缩影。市场数据显示，2026年全球硅光子器件市场规模预计突破65亿美元。800G 和 1.6T 光模块出货量将显著翻倍，硅光子渗透率预计达 50% 到 70%， 市场正飞速膨胀。联电和 Silis 这次量产正面向 1.6Tbps 高速光互联方案，是 AI 数据中心最迫切的需求。如果说 GPU 是 AI 时代的大脑，光互联就是连接大脑的神经网络，而今天的新加坡正努力成为这张网络中越来越重要、越来越难以绕开的节点。最后也想问问大家，当 AI 竞争从算得快变成连得快，你觉得新加坡这步棋是踩对了风口，还是压住太早？联电的硅光子量产会不会真的改变全球晶圆代工格局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